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哎呀妈呀，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让我这个当红娘的都直呼离谱的故事，真是应了那句话，好白菜都让猪给拱了。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婉琰是个地地道道的广州女孩，今年28岁，在一家知名外企做市场总监，年薪50万往上。我跟你们说，这姑娘那叫一个优秀。身高168，体重98斤，皮肤白皙水嫩，长得那叫一个漂亮，简直就是我们广州的一枝花。不光外表出众，婉琰还是个事业有成的新时代女性。人家从广州大学毕业后，一路升职加薪，工作能力超强，父母双方都是事业单位的领导，家里条件相当不错。说实话，像这样的女孩，在我这儿的优质男嘉宾可以排队排到天河体育中心去。但是啊，偏偏这姑娘去年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台湾男人韦宇，这个韦宇今年40岁，比婉琰大整整12岁呢，在台北开了一家小型贸易公司，说是做两岸贸易的。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个男人不太靠谱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且听我慢慢道来。首先啊，这个韦宇虽然长得人模人样的，但是总给人一种油腻大叔的感觉。见面的时候穿着一身名牌，手上戴着劳力士，一张嘴就是哎呀，妹妹好可爱哦，这家餐厅的牛排很棒捏，那叫一个装啊，还总是说自己在台北有多少房产，公司一年营业额多少多少，我看着就想笑。都40岁的人了，还住在台北市郊的老公寓里，开的还是二手车。要说多有钱，我是不信的。可是婉琰这姑娘啊，愣是被韦宇那些甜言蜜语给哄住了。韦宇说话确实有一套，整天亲爱的宝贝的叫着，还说什么台湾男人最懂得疼惜女人，加上他确实比广州这边的男人会制造浪漫，经常送花送礼物，约会的时候也很会照顾人。这不，没谈多久，婉琰就沦陷了。当时我就劝过婉琰，傻女啊，你可要擦亮眼睛看清楚。这男的年纪这么大，又在台湾，你们要是真在一起了，可怎么办？结果这丫头居然跟我说，丽姐，我觉得韦宇很成熟稳重，对我也特别好，我相信他。哎呦喂，我这个心啊，那叫一个急。我赶紧去找婉琰的父母商量这事，他爸妈一听说女儿要跟一个台湾大叔谈恋爱，当场就炸锅了。你想啊，好好的女儿，在广州工作生活多好，非要跑去台湾，这不是折腾吗？婉琰妈妈当时就说，这绝对不行，我女儿这么优秀，怎么能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？再说了，那男的都40岁了，谁知道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，才一大把年纪还单着。婉琰爸爸更是气得直拍桌子，我看这男的就不是个靠谱的，肯定是看上我们家条件了。可是啊，这年头的年轻人你们是不知道，那叫一个倔，越是父母反对，婉琰越觉得韦宇好，整天跟父母争吵，说什么你们这是大男子主义，爱情是自由的，你们这是偏见。我在旁边劝都劝不住。就这样，两个人异地恋谈了半年，韦宇隔三差五就从台北飞来广州见婉琰，期间给婉琰买了不少名牌包包首饰，据说花了小几十万。这下好了，婉琰更是觉得这男人是真心的，对他死心塌地。哎，说到这里我都觉得心累。其实我这个做红娘的最清楚，年龄差距大也就算了，关键是两岸的生活习惯和文化差异真的很大。但是当时的婉琰哪里听得进去这些道理啊？哎呀，说到这里，大家肯定很好奇后续发展吧？接着说啊，去年年底的时候，婉琰跟韦宇就在台北登记结婚了。这消息传回来的时候，我都惊呆了。你们猜怎么着？婉琰居然连个像样的婚礼都没办，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嫁过去了。她爸妈那个气啊，差点没把家里的茶几给掀了。但是这时候还能怎么办？又不能真的跟女儿断绝关系，最后只能认了这个准女婿，还专门飞去台北看女儿。结果这一看，问题更大了。婉琰妈妈回来就跟我哭诉，丽姐，我们家美美这是遭了什么罪啊？那个小公寓又旧又小，连60平都不到，厨房都没地方放个像样的冰箱。韦宇说什么台北寸土寸金，这是他奋斗多年买的第1套房，让美美体谅一下。你说这不是糊弄人吗？可不是吗？在广州工作生活那么好的婉琰，现在住进了台北的老公寓，
连个电梯都没有，住在5楼，每天买个菜都得爬楼梯。但这都不是最让人接受不了的，最离谱的是维语的经济独立理念。婚后没多久，婉眼就跟我视频哭诉，原来维语坚持要 AA 制生活，说什么这是现代人的平等生活方式，要互相尊重彼此的经济独立。房租要分摊，水电费要分摊，就连每天的柴米油盐都要算得清清楚楚。我当时就震惊了，不是吧？你们都结婚了还这么算？婉眼抹着眼泪说，可不是吗？上周我感冒买药，他还说要算到家庭支出里1人1半。丽姐，他以前在广州追我的时候不是这样的，那会儿出手大方得很，现在婚都结了，反而这样斤斤计较。这还不算完呢，维语的公司规模比他之前说的小多了，每个月营业额也就勉强维持开支。婉眼在台北找了份新工作，月薪比在广州少了一大截，才12万新台币。可维语居然理直气壮地说，亲爱的，你看我们都是上班族，应该共同分担家庭开支。哦，更要命的是，维语还有一堆乱七八糟的人情往来。他在台北有个狐朋狗友圈子，隔3差5就要聚会，每次都是在高档餐厅，动不动就是日料、牛排。猜猜怎么着？这些花销他也要跟婉眼平摊。有一次，维语的几个损友还开玩笑说，维语很厉害哦，找到一个在大陆赚钱的老婆，以后你们家经济肯定很宽裕。你们说这话像话吗？分明就是把婉眼当提款机啊！婉眼现在每天早上7点就要起床挤捷运去上班，晚上还要买菜做饭。维语倒好，整天围着他那个小公司转，说是在努力打拼事业，但也没见生意有多大起色。最气人的是，他还总说，亲爱的，你看我们台湾女生都是这样过日子的，很正常啦，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？我认识好几个嫁到台湾的广东姑娘，人家老公都是恨不得把老婆当公主捧着。再说了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搞这种极端的 AA 制，这不是把夫妻情分都算计没了吗？前2天婉眼给我发消息说，丽姐，我真的好后悔，早知道是这样，我当初就该听你和爸妈的话。现在我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干家务，连个保姆都请不起，因为维语说请保姆太奢侈了。我这哪是找了个老公，简直是给自己找了个祖宗啊！哎，说到这里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这个案例简直可以写进我的红娘教科书里，作为反面教材啊！看来待会儿还得给大家好好讲讲这里面的教训。这日子过得是越来越糟心了。上周婉眼特地打电话给我哭诉，说是终于忍不住跟维语大吵了一架。起因是什么呢？原来维语最近生意不太好，那个小公司快要周转不开了，但是人家不思进取也就算了，居然开始打起了婉眼在广州的积蓄的主意，说什么要投资扩大公司规模，想让婉眼把在广州的房子卖了，帮他渡过难关。我一听就火大了，这不是把你当提款机吗？千万别答应他，那套房子可是你自己买的，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婉眼也不是傻子，当然不会答应。结果维语就阴阳怪气地说，哎呀，我以为我们是夫妻一体，应该同甘共苦的嘞。你看你在广州的房子空着多浪费，卖了资金好去投资赚钱嘛。这话说的我都替婉眼来气，平时花钱要 AA 分得清清楚楚，现在缺钱了就说什么夫妻一体，这不是典型的双标吗？婉眼气不过，就跟维语说，那你倒是先把你名下的资产过户1半给我啊。谁知道维语立马就翻脸了，说什么这是我婚前财产，跟你没关系，你怎么这么势利？难道你不相信我吗？还甩上门出去跟狐朋狗友喝酒去了。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，维语的那些朋友居然还在网上发帖说婉眼势利眼，大陆女生就是贪财。这话传到婉眼耳朵里，可把她气坏了。她在广州的时候哪受过这种气？说起来我也是气不过，就帮婉眼查了查维语的底细。这一查不得了，原来这个所谓的成功商人根本就是在台北混日子的啃老族。他那个小公司是他爸多年前留下来的，这些年一直在走下坡路。而且你们猜怎么着？维语之前还谈过2次婚恋，都是因为经济问题吹了。这事他之前可从来没跟婉眼提起过，这不是诈骗吗？最搞笑的是，
韦宇在台北的社交圈里，居然给自己塑造了一个宠妻狂魔的人设，说什么为了追求广州女友，花了几十万买名牌，为了爱情不顾亲友反对，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？那些名牌包还不是为了骗婉眼上钩？婉眼现在可算是看清楚了，整天以泪洗面，但是他又不敢跟父母说实话，怕他们担心，每次视频都强颜欢笑地说我过得很好。可是我们这些知情的人看了，那个心疼啊！前几天，婉眼偷偷告诉我，丽姐，我现在每天睡不好觉，一想到自己28岁的大好年华就这么毁在韦宇手里，我就恨不得抽自己2个巴掌。以前在广州多好啊，工作顺心，有自己的小窝，想买什么买什么。现在呢，每天算计着过日子，还要看别人脸色。说实话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。这种跨地区的婚姻本来就不容易，现在又碰上这么个极品老公，这日子可怎么过？而且最关键的是，韦宇现在还总在外面跟人吹嘘，我们广州的媳妇贤惠着呢，在大陆赚那么多钱，还愿意跟我一起创业。听听，这说的是人话吗？分明就是想利用婉眼的经济能力。我现在特别后悔，当初没有坚决阻止这门婚事。你说这大龄剩男，情商低，还抠门，这不是典型的不婚有理吗？偏偏婉眼就是不听劝，非要往火坑里跳。前2天婉眼突然给我发了好几条微信语音，那个语气那叫一个激动。原来是韦宇趁他去上班的时候，偷偷拿他的银行卡取钱去了。这事儿是怎么发现的呢？婉眼说，他那天刚发完工资，手机就收到了一条取款短信，这一看不得了，整整12万新台币，这不是他整整1个月的工资吗？婉眼当时就慌了，赶紧打电话给韦宇。这男人倒是坦白，说是公司最近周转不开，已经拖欠员工工资了，这不是急用钱吗？还说什么夫妻之间不分彼此，我肯定会还给你的。这下可把婉眼给气坏了。你说这种事能忍吗？平时个人支出都要算得清清楚楚，现在居然偷偷拿他的钱。婉眼当场就跟韦宇说，你这是盗窃，我要去报警。结果你们猜韦宇怎么说？他说，报警？你疯了吗？我是你老公耶，我拿老婆的钱天经地义，哪有老公拿老婆钱还要经过同意的？这话说的，我听了都想打人。这种大男子主义的思想，简直是封建社会的余毒啊！更可气的是，韦宇居然还威胁婉眼，你要是敢报警，我就跟所有人说你是个势利的大陆女人，专门钓台湾凤凰男。婉眼当时就崩溃了，给我打电话哭诉，丽姐，我真的好后悔，我怎么这么傻，放着广州的好日子不过，非要嫁给这么个人渣，现在可怎么办啊？我当时就劝她，傻丫头，这种男人留不得，趁现在还年轻，赶紧离婚，大不了回广州重新开始。可是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啊？韦宇知道婉眼想离婚后，立马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又是哭又是闹的，一会儿说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一会儿说给我一次机会，一会儿又说你要是离婚，我就去死。这招可厉害了，把婉眼的同情心全勾出来了。他犹豫了，说，丽姐，要不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万一他真的想开了呢？我一听就急了，你这傻姑娘，这男人就是在玩心理战术。他要是真心悔改，怎么不把你的钱先还上？这不说不知道，一说吓一跳。婉眼去查银行账户，发现韦宇这段时间居然偷偷取了他将近40万新台币，而且他那个所谓的公司已经是在破产边缘了。最可气的是，韦宇居然还在外面跟人吹嘘，我媳妇可真好，知道我生意不好，主动拿钱支持我，这就是两岸一家亲啊！这话传到婉眼耳朵里，可把他给气坏了，这哪是什么两岸一家亲，分明就是诈骗一条龙啊！现在婉眼终于下定决心要离婚了，可是韦宇就是不肯签字，说什么你要是敢离婚，我就去你们广州老家闹，我就在你公司门口天天等你，这不是纯粹的无赖行为吗？我看不下去了，赶紧联系了几个在台湾的朋友，帮婉眼介绍了个靠谱的律师，这事儿必须得用法律手段解决，不然这个无赖真能让婉眼吃大亏。经过几个月的拉锯战，婉眼总算摆脱了这段噩梦般的婚姻。在律师的帮助下，婉眼掌握了不少对自己有利的证据，比如韦宇私自取钱的银行记录、威胁恐吓的聊天记录，还有他之前婚恋史的调查报告。
这些证据都显示韦宇存在欺诈和家庭暴力倾向。但是离婚的过程真是一波三折啊！韦宇这个人完全不要脸了，居然到处造谣说婉妍骗婚，说什么大陆女生就是想骗台湾身份，这话说的我都替他害臊。明明是他自己品行有问题，居然还倒打一耙，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？婉妍的律师建议他取证韦宇偷拿钱财的行为，然后以重大过失为由申请离婚。这一招果然管用，韦宇一看事情闹大了，害怕自己坐牢，这才不情不愿地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。不过这笔钱是别想要回来了。韦宇说他已经把钱都投进公司了，现在公司都快破产了，根本拿不出钱来还。婉妍想想也是，这钱要不回来就算了，当是花钱买教训吧。现在婉妍已经回广州了，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生活圈子。她跟我说，丽姐，这半年的经历就像一场噩梦，还好我及时醒悟过来，要不然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。说实话，作为一个红娘，我也从这个案例中学到了很多教训。现在每次有姑娘托我介绍对象，我都会特别留意几个方面。第一，年龄差距太大的真的要慎重，不是说年龄大就不好，关键是要看心智是否匹配。像韦宇这种40岁的人了，还这么不成熟，这不是年龄问题，是人品问题。第二，异地恋真的要多观察，别看韦宇在追求阶段多浪漫，那都是装出来的，真实生活中是什么样，只有相处了才知道。所以我现在特别建议年轻人，结婚前一定要有一段实际同居相处的时间。第三，对方的经济状况一定要搞清楚，不是说一定要找多有钱的，但起码要了解真实情况。像韦宇这种在台北混了这么多年还租房子，这不就说明问题了吗？第四，对方的家庭背景和人际圈子也很重要。韦宇那些狐朋狗友的言论，不就暴露了他们的三观吗？这种人交往的圈子都不是什么好鸟。最后，我想特别提醒广大姐妹，千万不要被甜言蜜语冲昏了头脑。感情是需要经营的，但绝不是一方单方面付出。如果对方总是算计你、利用你，那就赶紧抽身。至于婉妍，她现在过得挺好的，公司的工作依然顺心，父母也因为这件事对她更好了。虽然这段经历让她损失了不少钱，但是她说，这是我这辈子最贵的一刻，但也是最值得的一刻。现在婉妍已经走出阴影了，开始重新接触新的朋友。我相信以她的条件，一定能找到一个真正欣赏她、尊重她的好男人。各位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们身边有类似的情况，一定要及时劝阻。感情的事，宁可不成，也不能将就。毕竟婚姻不是儿戏，还是要谨慎再谨慎啊。好了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